请大家赞起来，订阅起来，小铃铛起来，感谢大家。哎，不对啊，这个好像又在哪里听过？哎，嘿，大家好，我是 Joey。刚刚呢，在我录这个影片的时候呢，任天堂在2个小时前发布了 Switch 2。我的天呐！任天堂在2小时发了 Switch 2之后呢，我刚刚录完片头，我才看到，我的妈呀！我所有东西都录完了，哇，天哪！重来一次，好，那没关系，重来一次没有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witch 上一代 OLED 的版本跟2代到底差在哪里？它这左边跟右边它变成磁吸了，它变成磁吸的版本。再来呢，萤幕又放大了。萤幕又放大，好像做过一次了没关系啦，反正任天堂的东西一定卖爆了，一定卖爆了。那任天堂的东西呢，它其实好玩，就是好玩在它的游戏性，它硬体一直都不是它的强项，但是游戏呢就是它的强项。我很期待说下一部游戏出在 Switch 2， 而且呢变成 Switch 2首发到底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 Switch 1代它刚发布的时候，首发的游戏就是萨尔达的旷野之息。这个游戏呢，说真的，让当时的人，包含我，都是疯抢 Switch。所以呢 ，Switch 2的首发游戏呢，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呢，一定也是超级大作，值得我们期待。那很可惜的是，萨尔达2，王国之泪，它整个结束了之后呢，制作人也说这故事线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我很期待下一个萨尔达会给我们什么样更变态的东西，因为这一代已经够足以变态了，从天上飞到地底，这些全部都是非常厉害的作品，尤其是这些概念，还有这一些的游戏场景来做的话，真的都很难，这是非常难的，跨了一个整个3度的世界。这个是无缝衔接，这个游戏制作真的非常难。好，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下去。不，我们没有那么的文艺气息，我们来打游戏，看下去。我们今天就要用 Vision Pro 来打 Switch。好，那这是目前游戏的画面，给大家看一下。好，这是目前用 Vision Pro 在玩 Switch 的画面。好，那我们先来把这个过了，看一下加农在哪里啊？下面走，在 Switch 发布的游戏第一款就是萨尔达，当初最老的 Switch 就是由萨尔达来带起这个整个世代。一直到第2个萨尔达，都是任天堂在 Switch 上的经典。所以呢，我 Switch 玩最多的游戏也是萨尔达。3不5时，真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重新再回味一下。好，我们就往下一个走，冲！好，在这等待的中间，我顺便讲一下就是有没有看到在上面这里，我其实是用 Mac 连过来玩的其实 Switch 呢，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讲 Switch 怎么连到我们的 Mac， 然后再来呢，旁边一样跟 PS5 一样招牌2个黑边，因为它整体来说 Switch 它在输出的时候，它只能输出1080因为 Switch 它的 CPU 本身就已经没有到非常强了。任天堂一直以来都不是用硬体设备去跟其他竞争对手比拼的，它比拼的是它的游戏性。其实这一点呢，会让我觉得说，任天堂啊，它跟苹果倒是蛮像的，它一样是走自家采用的封闭式系统，然后呢，有第三方协力的游戏没错，但是呢，
他们家的东西还是走比较传统保守派，他们家的东西就是好玩。越封闭的系统，越保守的系统，其实有时候呢，给到的一整个体验会是最好的。那越开放的系统呢，其实它可以做到的事情越多，可是呢，相对来说，它有可能就会带来是非常的参差不齐。那这就是任天堂，它给你的是你最想要的体验，而不是给你一个主机之后呢，没有游戏可以玩啊。我绝对没有在臭Sony啊。好，最后一个，我们来把它打爆。不对啊，还有写啊，我知道了，龙头啊，龙头啊，哎，讲你还弄我，来，我们就来讲一下，整个玩起来的顺畅感非常的好，但是由于在整个 Switch 里面，它能够输出的是1080，它没有到4K。好，我先按一下 Y 哈。由于它输出的是1080，没有到整个4K，所以呢，它的画面在上面显示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比较雾一点。但是呢，它的雾并不是那种不能接受的，而且是我觉得说它可能是我玩萨尔达的关系哈，它的整个画质还是非常好，它还是非常好，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你看它整个画质透过 Make 再转到 Vision Pro 的眼镜里面，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而且我整个在游玩的体验上来说，它的顺畅度也是非常够的，没有没有任何的破图，反而比 PS 的好。因为你在 PS 里面呢，你透过 Portal 或者是说你透过Make 它里面的 PS Remote 去玩的时候呢，其实都有部分的破图啊，或者是但是在 Switch 上面是完全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只有就是你看它这个有没有锯齿？它会有锯齿，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它的可玩性是比 PS Remote 还要高很多。所以你想玩 Switch， 然后用一个大荧幕、超大荧幕来玩 Switch 是可以的哈。那我们一样可以做一件事情是，我们来把这个荧幕我们再拉大。可是呢，再拉大就会有一个压迫感，所以我们要再往前移一点哈，这样就不会有压迫感。这样就很像你用一个巨幕用一个巨幕在玩 Switch，OK？那个非常大的巨幕在玩 Switch。以前有这种体验，就是你用投影机在做游玩的时候才会有这种体验。那像你带着 Vision Pro， 你不用搬的这么重的投影机，也有这样的体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真的还不错。你一样是可以把虚拟世界关掉，回到你现实世界，然后来游玩。因为我刚刚是开着虚拟世界，那我们现在回来，我到我们的桌面。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林克了。这萨尔达第2代的故事是在讲牵手，因为第1代是在讲孤单的故事，一个人孤单的冒险。第2集他就是在讲说，所有人把手牵在一起，就能开创新的未来。当我第一次看到原来这条龙就是萨尔达的时候呢，我其实蛮震撼的。我想，哇，你这故事到底是怎么去编它的？写得很好，因为你从来不会想过里面的其中一个 NPC 竟然是主角，他只是被封印在这个 NPC 里面而已。
所以其实我比较期待的是什么呢？是在马里奥电影之后呢，任天堂他着手开始制作什么萨尔达的电影。好，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游戏呢，它实在是给的故事线太深了，而且真的足以拍成电影是没有问题的。好，来到最后了。这一段好玩就是好玩在什么呢？就是你救到公主了之后呢，你又可以放开，哎，我不救你啦。公主在上面，哎，她消失了，她消失了，消失了，我们继续冲，我们继续冲。所以公主到底在哪里？你看哦，我们现在继续冲，公主掉的速度其实跟我们一样快哦，而且我们都一直卡在这里哦。其实你看，我们用力冲，哎，一个一般下坠的人，竟然跟一个俯冲的人的速度竟然是一样的。哎呀，这就是一定要你救公主啊！好，我们回去救公主好了，反正不然这故事不会结束啊。好，我们赶快救一下我们公主。好，伸出手，伸出手。好，来，伸出手。哇，经典场景啊，经典场景啊！Switch 2，我等着你啊！我真的觉得说游戏哈，你画面放大了就会有震撼感，你心跳就会加速。所以呢，我真的推荐，如果你没有买 Vision Pro 的人，或者是你还没有买 Quest 3S 的人，好、Quest 3比较贵啦 Quest 3S 比较便宜。如果你没有买这些 VR 设备的人，我觉得你可以买一个 VR 设备，先从 Quest 入手也没关系，去用它连你的游戏主机玩游戏，真的会让你感受是不一样，跟投影机也不一样，跟你用电脑荧幕玩是不一样，跟你用电视玩也不一样。那个临场震撼感，尤其是 Vision Pro，Vision Pro 它会把声音变成更立体，就放到你的耳朵旁边，因为它耳朵旁边有两个非常棒的喇叭，所以呢，它会把声音变成空间音场。好，它里面有软体会自动帮你把声音过滤成空间音场之后再放出来给你听，整个感觉会不一样。而且你看这样子就很像萨尔达在我前面一样，就是你这种感受是你跟萨尔达面对面，你现在是跟萨尔达完全面对面的，你知道吗？你可以感受他的感动，这个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大家可能真的要去准备一个 VR 设备，不管是 Quest 3或者是 Vision Pro。玩游戏真的，我真的觉得目前玩起来，从 PS 到 Switch，到未来我们会做 Xbox，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全新的体验，真的是全新的体验。好，这个就是陪伴我们一整个 Switch 世代的萨尔达，从起点到终点。好，现在我们要连接的是什么呢？Switch 2看有没有机会萨尔达用新的方式来呈现到 Switch 2。好，我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好，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连接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设备是什么。好，为什么讲到设备呢？因为，哎，这个音乐哈，我还是先关掉好了。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一样连下来，这边就是整个 Switch 的画面啦。好，我们把它移走。
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我们桌上有一台 Switch， 我们桌上现在有一台 Switch，OK， 一台萨尔达 Switch。然后我们做了什么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这边呢，我们一样是接了 HDMI，HDMI 接到哪里呢？我们接到一个 HDMI 的转录器，好 ，HDMI 的转录器，转录器之后呢，我们透过 USB-C 跟我们的 Mac Mini 做连接，好，跟我们 Mac Mini 做连接，这个就是我们的秘密，哈，就是我们怎么在 Vision Pro 上面玩 Switch，OK， 好，怎么在 Vision Pro 上面玩 Switch 的秘密，那。来，我们这边再看一下，这边有一个录影的阶段，但是我没有在录影哈。这个其实呢，这个设备就是非常多的游戏实况组在使用的设备哈。我们来新增个萤幕录影，让大家能够更清楚。好，我们现在用的是。我们现在用的是 QuickTime， 那这里可以看一下，我们在 QuickTime 里面呢，我们只要新增一个影片录制，就会开启这样的视窗。那这样的视窗呢，我们在这里就可以选到我们的 HDMI 的一个外接式的一个设备，HDMI 的转录器就在这边。我们连接完了之后呢，就可以利用 QuickTime。去把影像输出到 Mac 上面，然后到 Mac 上面之后呢，我们再把萤幕放大，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萨尔达 ，OK， 就是大家刚刚看到的我玩萨尔达的界面。那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再进行游戏 ，OK。好，那我们再继续暂停。好，这是我们进行游戏的方式。也一次跟大家讲，那至于说这一个设备它的费用其实我觉得它不贵啦，因为呢，它的价钱它这个设备的价钱我查了一下，就是600多块。我记得我当初买更便宜，我当初好像是买499，现在比较贵。那当初买来呢，也是很兴奋的，就是要把Switch 放到当初的 MacBook Air 去玩，可是呢 ，Intel 的 MacBook Air 它基本上处理速度太慢，没有像现在的 Mac Mini 一样可玩性这么高，所以呢，当初玩的也是一样那个的。可是现在不一样啦，因为它这个东西毕竟 HDMI 的资讯进来，它还是需要处理嘛，所以它有需要你的 Mac Mini 来进行处理。它需要你 Mac Mini 进行处理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很大量的运算资源。那现在的 Mac Mini 绝对没有问题可以玩那也非常的顺，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比较 PS 跟 Switch 其实都是在Mac Mini 的这个平台上面比较。我们第一集的 PS5 是在 MacBook Air 上面有那个的状况，可是呢，在 Mac Mini 上就改善了非常多，然后有轻微的偶尔才1-2次那个或破图。可是呢 ，Switch 因为毕竟它的运算逻辑比较少，它要处理的东西没那么多，毕竟它 CPU 也比较弱，所以任天堂在做萨尔达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厉害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用这么弱的硬体设备可以做出这么好的游戏，这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本身也是在设计游戏的，所以你要用这么弱的硬体去做出这么好的游戏很难。那 Switch 2它在硬体上的升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可是呢，你看到 Switch 2它硬体升级完之后呢，它还是比其他厂家弱。这就是任天堂，这就是 Apple。所以我一直觉得任天堂跟 Apple 它基本上它就是很类似的公司所以基本上我真的觉得说任天堂跟 Apple 都一样，他们是用最弱的一个硬体在做最好的事情。因为其实你把 Mac 跟
PC 拉出来看，其实也是一样。Mac 的硬体设备永远都比 PC 还要弱，可是呢，它的流畅度跟整个使用性的体感永远比 PC 还要好。这个就是 Mac。那任天堂也一样，它的硬体设备永远比另外2个厂家还要弱。好，但是呢，它做出来的游戏性是最好的。所以呢，我在 Switch 上面我玩了非常多的游戏，可是呢，我 PS5到现在我只买了6个蓝光来玩。那6个蓝光加2个下载啦，大约就是这样的量而已。所以我觉得当初买 PS5真的蛮亏的。为什么？我找不到想玩的游戏。当初 PS4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游戏可玩，可是 PS5呢，就好像断了整个世代。这就是 Sony 的黑历史哈。那我们回到 Switch， 我买了至少将近40-50片的游戏片，所以呢 ，Switch 的可玩性比较高。我甚至把我的一台 Switch 玩到坏掉了，又买了第2台，所以我才买了大家刚刚看到的这台萨尔达的游戏主机。好，那这就是我对 Switch 还有 PS5的看法。那我们回到正题，就是 Switch 透过 HDMI 接入器用 Mac 来玩，然后再把影像投到 Vision Pro 玩起来的感受就是非常的棒。好，你可以真的跟萨达面对面，好，这个感动是加倍的，然后这个玩爽的程度是更爽的。所以呢，我真的推荐大家去买 VR 设备，好，来连接你现有的游戏机。第一个，你不用吵到别人，好，你在玩的时候，它自己本身就有喇叭，或是你戴耳机。第二呢，你可以得到一个巨型萤幕，让游戏的主角跟你面对面，这个真的就是很好的体验了。好，我是Joey，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